他是中国河南打日本人最狠的那一个。面对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不是被连环踢踹飞，就是被重拳击倒，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这位英勇的抗日奇侠叫王顺利，绰号拼命三郎。擂台上的他战术打法十分勇猛，刁钻的腿法加上犀利的拳法，成功让王顺利在60、61、63这3个黄金级别当中脱颖而出。此人毕业于少林寺塔沟武校，与生俱来的天赋让他在国际拳坛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此生最痛恨的就是来华捞金的日本选手。来华挑战有情可原，来华捞金就是触犯到了王顺利的底线。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来自日本的原田显悟，这家伙明知山有虎，还偏向虎山行。明知道王顺利最痛恨的就是来华捞金的日本选手，可偏偏这个原田显悟就往刀口上撞，说他在中国拳坛赚得盆满钵满，那是一点都不为过。仅凭一个空手道冠军就游走在中国各个赛事打比赛，所获取的出场费和其他费用高达500多万。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之中。来，果然一上来就是个高潮。回合刚开始，王顺利就开始对原田显悟发起了主动进攻。被放倒的原田显悟脸上明显有点不服气，重新站起来的原田显悟则是选择逃跑，根本不敢与王顺利展开对峙。接下来王顺利的做法确实让原田显悟感觉受到了耻辱。在对拼过程中，原田显悟依然不是王顺利的对手，非常的这个有攻击性。然后王顺利呢是个攻击性非常强的选手。就在现场看王顺利的比赛，你都能听到他自己给自己喊的声音。也不知道日本选手昨天晚上干嘛去了，背后的拔罐印子已经出卖了他。不过这个原田显悟还是有两把刷子的，间断的拳脚进攻也是打在了王顺利的拳套上。王顺利不发力是不发力，一旦发力，原田显悟就无力招架。的选手啊，看他的体能以及他的这个身体条件都非常好。你再加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心理素质哈，所以只要发挥的比较正常，想取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应该不会太难。气势在那，真的是。对。这种打法，那我不会想到接下来会出场的包哲。这一脚绝对够原田显悟喝一壶得，险些被击晕的同时，半个身子都被打出了擂台。看来这一脚彻底把原田显悟从睡梦中踢醒。对，打得漂亮。他的场内教练在给他这个提示，一旦的裁判宣布开赛之后，就用拳法组合。这个大部分日本选手，我们见过的都是属于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回合结束了，总体来说王顺利发挥的还算不错，毕竟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对原田显悟发起的主动进攻。不过原田显悟还是敢对王顺利发起进攻的，然而这些进攻对王顺利来说就像是挠痒痒。反观王顺利，不管是在内卫对抗还是在中远距离，都能掌握比赛节奏，精神确实发挥的挺淋漓尽致的。对，我看他的状态，他能保持这样的状态，保持3回合没有问题的。就他的这种打法仅仅是主动，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嚣张。我这个在踢选手当中啊，是一个很怎么说，是一种很有这种魄力和张力的打法，是很有风范。哇，一上来就是高潮，直接上头。第二回合开始了，熟悉比赛节奏的原田显悟开始对王顺利发起反击。
连续的高扫踢险些失去重心倒在地上。然而王顺利也是直接重拳重腿出击，即便是原田显悟率先打出主动进攻，那也不耽误王顺利暴打原田显悟一顿。此时的原田显悟陷入了两难，不知道是发起主动进攻还是实施防守反击。对，他的移动性很好。王顺利相比之下也是手长腿长的，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王顺利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确实让这个原田显悟感觉到了畏惧。不管原田显悟打不打出防守反击或者是限制动作，都无法阻止王顺利对原田显悟发起进攻。除非日本这家伙实施消极搂抱，不然王顺利的拳脚进攻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精准，全部都打在原田显悟要害处。真是嚣张王的，我几乎走，不用防守。行不行？他没有是虚实就每一个不能打，不能打。哦，三点着地不能打。在我们规则当中，三点称包括当镜的后脑这一层。你看王顺利的小朋友，整个完全反应，日本选手的这个拳法确实没有什么优势，而且到第二回合也没什么力气，速度、力气爆发都不够。原田显悟不仅是空手道冠军，而且还是一位人人痛恨的捞金怪物。来华打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胜利，而是为了高额出场费。被激怒的王顺利也没有着急对原田显悟发起猛攻，而是继续与原田显悟保持较为良好的换拳换腿的环境。我拳是的，我更多还是因为那个导致发力点。顺利还是打得太放松了一点。我觉得如果他能就是集中目标哈，更有目的性的进行一次进攻的话，那 KO 的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他有重击，但这种重击相对来说目的不像第一场比赛刘基星那样子，他的那个组合摆拳至少有20下，可以连击都很高。他现在缺少的这个王顺利，就是我有效的一个组合的连续进攻能力，他是单击力了。对，他缺少这种组合连续的这种进攻能力。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经验。王顺利打是真敢打，就算是顶着原田显悟的进攻，那也照打不误。然而原田显悟就显得特别呆若木鸡，不知道是发起进攻还是不发起进攻。越是犹豫，原田显悟挨到的打就越多。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回合。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没有悬念，毕竟那个王顺利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利用转身后蹬，把这个有5秒对给他挡，差险些 TKO， 又是一个转身后蹬，对，被强夺过。所以这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就看这个王顺利能不能在第三回合。第三回合开始了，王顺利的猛打猛冲依然在继续，时时刻刻都在对原田显悟发起针对性进攻。要不是原田显悟主动倒地，王顺利还要打他2拳。重新站起来的原田显悟貌似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直接对王顺利发起了猛攻。看来这个原田显悟多多少少有点人心不足蛇吞象。实力王顺利的还是前后手的这个拳法是有杀伤力，对，多用拳。对方这拳弱嘛，我就多用拳打。王顺利的体能也更好一点，日本选手明显有点体力不支了。被放倒的原田显悟明显有点蒙圈，看来王顺利这一拳打得十分出其不意。然而这个原田显悟并没有放弃抵抗，而是继续与王顺利展开拼拳换腿。原田显悟换来的却是被王顺利连环踢踹飞，单子被扫倒在地上了。
就从气势上啊，第4次，气势上王顺利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这个扫踢的实力把握非常好，就一判断对方要走，启动一瞬间有一扫踢，直接给他踢躺了，这他破坏他的重心了。应该是腿部还是遭到重击了。对，日本选手，你看连站起来腿就有点软。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原田显悟体能上出现问题了，后置的非常厉害。即将被打残废的原田显悟只能使用消极搂抱。然而原田显悟是一位经验十足的拳坛老将，各种擦边动作都十分有经验，裁判也无法对原田显悟做出判罚。一直坚持到比赛结束。这组合有了，这组合有了。对，哎，2拳加一膝，2拳加一膝。现场的观众都希望他能 KO 对手，但是你看原田显悟的抗压得多强，真的是跟个不倒翁一样。你看他要倒，已经很软了，但是还是站着。还有10秒。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给双方的这个运动员都点赞。是啊，真的打满3个。比赛结束了，原田显悟能坚持到比赛结束属实不易。王顺利全程的暴打竟然没把这个原田显悟 KO 掉，并不是王顺利没有实力，也不是说王顺利打出的拳脚进攻没有力量，而是这个原田显悟的抗击打能力太过强大，不然原田显悟如何在中国拳坛立足，动不动就被对手 KO， 原田显悟根本无法赚到500多万。尤其在进攻的组合能力上，明显和王顺利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这里是凤溪小镇仙凤三宝旅游观光园拳王征战中日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本次比赛得到了宜春明苑航空发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港中旅行社的大力支持，还有湖南都市和黑熊搏击的鼎力相助。最终王顺利获得了胜利，虽然没有出现 KO， 但场上出现了好几次击倒读秒，这已经足够证明王顺利的实力。大家感觉王顺利打得好的话，